增进认知，实现自由。朋友们，这里是老管解牛。2025年，美国经济可以说是经历了罕见的大幅震荡，经济呢剧烈波动，那金融市场呢更是上下翻腾。那么，经过这一年的动荡，美国经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变化呢？它在积累什么样的风险，又在酝酿什么样的机会呢？展望2026，我们应该避开什么，抓住什么？那本期影片呢，老管来给大家做一个深度的分析。那2024年，拜登政府给特朗普留下了一个有点过热的经济。那过热的原因是什么呢？两大原因。第一呢，就是政府支出快速扩张，造成了通货膨胀非常顽固。那这一点呢，是有清晰的数据支持的啊。2024年呢，我一整年都在关注每个月联邦支出增长的情况，它基本上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就是这个月政府支出扩大了，那接下来一个月或者2个月，这个通胀呢就会立即抬头，两者呢有非常强的相关性。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原因也很简单，那拜登政府它是不停的给这个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的群体发钱医疗补助食物券还有因为应对气候所带来的这些补贴等等。那这些发到低收入老百姓手里的钱，它就立即会变成需求因为穷人他就会立即花钱他跑到超市去买东西，去餐馆吃饭所以呢，这个通胀是立竿见影的。你看这才叫真正的刺激消费。你给老百姓钱，让他们去花去那中国应该好好学一学。那中国老是跟老百姓说，你们赶快买东西，你买东西我就给你补贴，那你不买我就不给这就是逼着老百姓去花钱。你花10块从我这儿领1块。那中国政府为啥不直接给老百姓发钱呢？因为他们也很清楚，老百姓现在社会保障严重不足，那各种后顾之忧太多，你给他发钱，他存起来不花所以呢，他们才想出这鬼主意绑定你必须得消费才能领补贴。你看其实他们什么都明白。那再有呢，就是拜登时期搞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持续花大量的财政投资，比如说修路那投资基建是很容易造成通货膨胀的。为什么？因为路修好了，你钱发出去了，那它流到了建筑工人、水泥厂等等这些供应商、这些工人还有老板他们的手里了，它就会变成购买力去追逐商品而公路这些基础设施你建成了，它并没有增加这个当下的这个商品供应那你物价当然它就上涨了那由于财政花钱太多刺激通胀一直很顽固下不来。那2024年7月呢，一向谦君子风度的这个鲍威尔突然炮轰拜登政府，批评他说，你政府支出太高了，你导致这个通胀下不来，你赶紧降支出，越早降下来，这个通胀就越早能下来。那拜登呢也没有公开回应但是呢被批评之后呢，他连续2个月收缩财政开支这个通胀也就立竿见影往下走所以当时你看到2004年9月，那鲍威尔马上就开始降息但是呢，也许是为了11月份的选战，那拜登呢从9月份又开始火力全开扩大支出，那通货膨胀再次顽固抬头。那这其实也给了他的当时的竞争者特朗普一大口实。你看他拜登他搞不定通胀那第二呢，就是拜登执政时期大量的移民涌入，它带来了旺盛的需求这对通胀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个呢我们没有这个具体的数据来表征，但是呢从逻辑上是可以推理出来的。那拜登政府期间呢，每年涌入移民有200-300万这占美国人口的0.6%到0.9%这是个很大数字的增长。而且这些移民它有个特点，就绝大部分它都是青壮年劳动力。为啥呢？因为他们大部分是从南边热带雨林里跋山涉水过来的，那是一道天然的筛选墙，那能够筛过来进来的全是青壮年劳动力。我前面的视频都分析过青壮年人口在一个社会如果大规模增加，
它就会对这个经济体产生强烈的刺激效应。它首先要扩大需求啊，因为这些人来了，他要住啊，要吃要穿呀，你买房租房、服装鞋帽啊、餐饮各行各业的需求都会被拉动。所以说，对于老龄化很严重啊、青壮年人口下降、这个经济面临严重通缩的国家来说，你引入大量的国外年轻移民，是让这个经济快速走出泥潭的一个非常立竿见影的措施。那加拿大、澳大利亚那都是最典型的呀。那原本老龄化很严重，那不比日本好多少啊？但是呢，他们早早的就大规模引入这个青壮年的移民，那经济呢，它就一直保持比较活跃。而日本呢，就一直不肯这么做，那结果什么招都用了，那还是通货紧缩。那到了2019年，他不也是没办法，就开始引入移民了吗？那结果经济你看立竿见影，他就摆脱这个通缩泥潭了。那美国这段时间呢，是移民量太大了，那这对这个通胀呢产生了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进入2025年呢，就局面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川普政府立即紧缩政府开支，那通胀可以说是应声下挫呀。但同时呢，新政府又开启了一系列猛烈的新动作。那第一呢，就是发动这个史无前例的关税大战。那4月2日，川普所说的解放日啊，他宣布对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征收高额关税啊，甚至连一个无人居住的企鹅岛啊也宣布征收关税。那这一下引起了世界轩然大波呀！大家都知道他要加关税，谁也没想到他这样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啊，来这么一下子。那加关税这个措施啊，你如果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结果是很清楚的。进口品你肯定会涨价呀，因为你又不是说对这个价格有100%的掌控力，进口商肯定要跟那个出口国的出口商他要谈判来分担关税呀，你不可能让对方100%分担呀。所以肯定是有一部分关税要传导到美国经济体的。那进口物资涨价，如果涨得很厉害，那又如果这个商品是你还离不开的，那就会引起滞胀。那美国历史上对滞胀是有痛彻心扉的经历的呀，那就是70年代啊，中东这个抗议美国支持以色列啊，集体石油大涨价，4个月的时间，这个石油呢就暴涨了4倍啊。这结果就导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滞胀，因为你油价暴涨，生产运输成本都暴涨啊，那你企业和居民他就得分担这个成本啊，那消费价格暴涨，企业利润下滑啊，降薪裁员，失业率高达11%啊，那通胀率呢最高达到了15%，那美国经济当时那叫一个痛苦，那这就被称作供给冲击带来的滞胀。那这一次关税呢大涨，也是一次供给冲击，但好处是呢，它的烈度那远远不如当时石油危机那次。那关税最后也就是增加了大约10%到50%之间嘛，那比当时的油价翻4倍，那差远了去了，对不对？而且呢，进口商品啊，它也不像石油那样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呢，这次美国呢也承受了一定的滞胀压力，但是呢，应该说是一次轻度的滞胀，而且呢，因为关税它不是持续一直往上加，那所以它的影响呢也是一次性的啊，经过几个月的消化，它的冲击就慢慢消退了。那第二个大动作就是大规模的驱逐移民啊，这跟拜登时期移民大量涌入、需求暴涨的效应，它就正好反过来了。那大量青壮年人口就离开美国，那结果自然就是需求下降，那会对经济繁荣产生很大压力。那这当然也取决于你驱逐的这个规模力度了。那美国政府呢声称现在已经驱逐了60万，再加上自愿离开的，总计有250万。而美国有个皮尤研究中心呢，它的估计是截止7月份可能有140万人口离开了美国。那么到现在拍拍脑袋估计也得有200万人左右离开了。那这个数字是巨大的，它占到美国人口的0.6%啊。这就跟日本老龄化造成每年减少50万左右的这个青壮年劳动力，它比例是类似的呀。所以你从逻辑上来推理，这一定会对美国经济产生比较严重的衰退压力。但是这么做有个好处，就是它减轻了通胀压力嘛，那经济不行了，通胀压力不就下来了吗？
那第三呢，就是美丽大法案。那美丽大法案一个立竿见影的政策就是削减对低收入群体的这个补助，还有医疗的福利。那这相当于一下子减少了这个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啊，你结果可想而知啊，当然是产生压制需求的作用。那美丽大法案呢，同时给这个企业主和居民大幅度减税，它可以部分对冲由于削减福利造成的需求萎缩，但是它不能完全对冲。为什么呢？因为减税的主力是放在削减企业税上，实际上是给企业主、富人群体减税力度更大，那中产阶级相对要低不少。那么企业主富裕群体，他本来消费倾向就比较低，你给他减税，让他们收入更多，他也不会拿去更多的消费呀，他会拿去储蓄起来啊，机会好他会去投资，他就跟这个低收入群体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它这个减税是无法完全对冲前面削减福利带来的需求萎缩的。那当然了，这么做也减轻了通胀压力啊。你长期看呢，这个法案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会进一步拉大美国的这个贫富差距。那贫富差距太大，社会就会出现消费不足，因为你底层民众他是消费主力啊，他们没有钱消费了，你上层的这个富裕群体，你作为企业主啊，或者是管理层啊，那你们生产的东西，它不就是卖给这个低收入群体的吗？你们自己又吃不了。所以呢，贫富差距在过去是，那未来也将一直是对美国经济的一大挑战。那以上这些因素呢，都给美国的经济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同时呢，给美国经济造成压力的还有一个，那就是较高的利率水平。那利率自从2024年宣布2次降息以后，那先是由于拜登政府猛烈的财政支出推升通胀，这个鲍威尔就不得不暂停降息。那拜登下台，川普上台中间的几个月，财政支出又下降了呀，通胀压力又减轻了呀，这个鲍威尔呢又连续2次降息，但是紧接着又赶上了大规模的关税，那鲍威尔就不得不再次暂停降息。这一下就暂停了8个月呀！你可以想象，如果美联储今年上半年它连续大规模的降息，那一定要让这个通胀卷土重来的呀。那降息为什么会刺激通胀啊？很简单，你降息会刺激企业投资呀，你更多的钱就会去买更多的物资嘛。你同时也刺激居民购买这个房子车呀，因为你利率更低了呀，所以它当然会推升物价。那在这个较高水平的利率的压制下，以及刚才说的其他因素的压制下，这美国经济的需求就逐步萎缩，那失业率就开始抬升，从去年初的 4% 就爬升到 4.6%。那同时呢，新增的就业岗位也大幅下降从之前动辄10几万、20万，现在降到了6万甚至是负数。那这些数字都清楚的、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经济在萎缩，衰退风险是现实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那可喜的是呢，在这个关键时候，美联储的鲍威尔又做出了正确决策，那就是9月到12月连续降息3次。那就我个人来理解呢，我觉得这个力度可能还稍微有点弱了，应该再增加一点。但是人家鲍大爷以及其他的那些经济学家那都非等闲之辈，那也许他们看的数据更全面、更深刻。那这里插一句很多比较懂行的人会说到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收益率曲线从2022年7月就开始倒挂，持续了2年多，直到2024年下半年才回正甚至说那回正更危险意味着经济要崩盘之类的这些说法。那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个收益率倒挂出现，那是因为疫情期间超宽松货币政策造成这个通胀猛烈抬升，那于是这个美联储暴力加息把这个利率很快给抬上去了，是这样来造成的。那这个利率上升，它主要是体现在短期国债利率但是长期国债利率并没有相应的大幅上升，那这个时候就叫倒挂。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大家预期长期美国经济没问题，所以呢，这个长期债券风险呢比较低。那但是呢，短期由于要用激进的高利率来抑制通胀，所以这个短期借贷成本就会比较高。那通常呢，等到这个通胀被抑制住了经济甚至出现衰退了，
美联储要赶紧降低利率。那个时候呢，短期国债利率又会大幅下跌，那也就是说这个收益率倒挂它又回正。那这个时候呢，因为经济陷入了严重衰退，那所以呢，它会出现这个经济不好啊，甚至股灾崩溃等等这些现象。但这次啊很不一样，因为美国经济啊有了一个阻止经济大衰退的一个超级安全垫，那就是 AI 投资热潮。那上面说了美国经济的很多的负面压力，那这些压力啊原本已经足以让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了，但是美国却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并没有陷入衰退。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AI 投资。那自从2022年 OpenAI 发布这个 ChatGPT-4 惊艳世界以后，人工智能它的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啊，就给了人们巨大的想象空间。那于是呢，大量研发这个智能模型、智能体的这些行动啊，一夜之间就大爆发了。传统互联网巨头纷纷下场啊，一众的这个初创公司也是雨后春笋。这个产业链条大体是这样的：你要训练出来革命性的智能模型，你就必须要用大量的 GPU 芯片来运算，那这就需要建设大量的数据中心、机房来满足这些需求。那但是2025年这个投资支出就可能要高达4000亿美元，而且呢，数据中心它又特别耗电，那这就需要建设大量的这个发电厂、输电网络呀，这些基础设施啊。那根据高盛估计啊 ，AI 电力消耗2025年占到了全美的4.5%到6%，那2030年呢，要达到8%到9%。这意味着未来5年，你单是电力又要投入高达3000亿美元左右的开支啊！所以这一来啊，整个产业链对经济的刺激拉动作用就很大了。那根据美国银行啊、摩根大通他们的这个权威报告，2025年上半年 GDP 增长2%，其中有1半以上都是 AI 投资所贡献的。那这个 AI 投资就增加了需求啊，它大量的采购各种物资啊，也就推升了通胀。那 AI 投资热潮呢，同时又给很多人带来了高收入，而且呢，它是非常不均衡的收入。那 AI 行业的这个高知识群体啊，受益最大，收入增加都是普通老百姓想象不到的，而广大的普通民众呢，就与之无缘了。同时呢，普通民众又受到这个通胀的折磨呀，所以呢，这个 AI 的高速发展，从长期看，它有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它会大大的加剧贫富差距。那么 AI 这个投资热潮呢，实际上是支撑了美国经济啊，在这个高关税、驱逐政策啊、缩减政府支出、高利率压制等等负面因素情况下都没有陷入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现在 AI 到底有没有泡沫啊？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那我们通常所说的资产泡沫，比方说房地产泡沫，它的基本特征啊，就是资产的价格远高于资产本身的内在价值。你比方说，你的抵押贷款利率是5%，那就意味着100万可以产生5万的利息啊，对不对？你换句话说，一栋房子如果租金收益率每年是5万块钱，那它的价值就应该在100万左右。但是如果它的市场价格涨到了300万，那就是严重的泡沫了，它不值这个价呀。你多出来的那200万，纯粹是因为市场看涨啊，这个热情所造成的泡沫。拉长时间看啊，它是迟早要回归它的价值的。但是科技行业的泡沫啊，跟这个房地产泡沫就大不一样了。就拿这个 AI 来说，它未来能产生多少收益还很不确定。它现在产生的收益很低啊，你甚至是负数啊。你比方说 OpenAI 啊，最顶流的这个 AI 公司啦，可是它还是巨额亏损的呀。那到什么时候才能盈利啊？据说它要达到1000亿美元收入才可以。那今年上半年它收入才43亿，那还远着呢。但是我们都知道啊 ，AI 它正在拼命进化迭代，也许过不了一段时间，不知道哪家公司就忽然推出更加爆炸性啊、更加革命性的 AI， 功能更强大了呀，使用场景更多了呀，能够更多的替代人类了。那么你这个 AI 就有可能为这个公司产生巨额的收入和利润了。
那这家公司也就有可能成为这个新时代的 AI 巨头。那么假如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说 AI 现在的投资还是泡沫吗？那目前各大互联网巨头都在压住这件事，都认为自己输不起，不能输。那扎克伯格不是说吗？能接受因为投资错误损失1000亿，但不能接受在未来的 AI 时代失去这个竞争地位。但是呢，也有可能大家拼命投资血拼竞争了好几年， AI 就是没有新的进展，一直停留在原地打转，一直找不到盈利的新模式。那就像2000年互联网泡沫一样折腾半天，大家发现没什么赚钱的方法呀，你就靠点击率来吸引眼球，赚不了几个钱呀。于是呢，当时的互联网泡沫就在这个联储加息的情况下，这个大家对它又比较失望的情况下，就被刺破了。那科技股当时全线暴跌那这次也一样如果发生这个情况，就很有可能有一天市场投资者失去耐心灰心失望，那一次加息就足以把这个泡沫刺破。那从这里你就能看出来判断 AI 有没有泡沫与判断传统资产，比如说房地产有没有泡沫是完全不同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未来的不确定性，那可能取得突破，那也可能没有办法取得突破。就目前这个阶段，我认为呢，断定 AI 有巨大泡沫为时尚早。也许再过2年，这个技术上一直无法取得进步大家发现这个模式不行那泡沫破裂，但那也是2-3年后的事情。现在还不存在这个完全破裂的危险。为什么呢？理由是，第一，现在这个 AI 的巨大投资才刚刚开始，那各大公司烧钱建数据中心、训练模型这个过程才进行了一小段还远没到大家都觉得所有方法都试过了，就是没有办法取得突破的地步。那研发者的信心还是很强的，那投资人的耐心还长着呢。第二呢，就是电力供应的瓶颈其实正在限制这个泡沫迅速变大。什么意思呢？是因为说建大规模的数据中心机房，你需要大规模的电力可是现在电力供应短缺，就像一根缰绳，它就拉着这个 AI 这个投资热潮你没有办法放开手脚去干。那建电厂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项目你一座电厂就需要2-3年的建设期所以这整个 AI 产业的投资节奏没有办法像当年那个互联网泡沫时期那样火箭般的往上迅速蹿升。也就是说，电力瓶颈让这个 AI 泡沫在眼下没法变得很危险，但是呢，它却可能在未来让这个危险变得更大。那假如过几年这个电厂也建起来了，机房也大规模建起来，可是最终证明它是一个无法突破的那么一个大泡沫，那么它的破灭那将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性的后果。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投资规模被放大了传统行业都大规模卷进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泡沫破灭，那必然会带来各个环节的猛烈的这个债务收缩猛烈的降杠杆，甚至可能出现很多企业破产。它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全社会性的这种信用萎缩效应，那直接把经济拖入衰退的大坑。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不能急着来判断 AI 一定是泡沫一定要破裂。未来可能的结果是什么？我觉得概率更大的是这样一种情景，就是在电力瓶颈约束下，这个 AI 投资持续不断增加，最后会面临3种可能的结局。一种是这个大力出奇迹的这种搞法搞成了也盈利了，那你前面的投资就会获得收益，那没有泡沫破裂。那第二种呢，是也搞成了，但是这个技术路径发生了巨大的转移，就你原来靠着这个大力扩充电力建设、大力建设数据中心这种大力出奇迹的高耗能、高成本的这个方式，那改变了，就是说忽然出现了新技术，技术路径出现了革命性的变迁要么你芯片算力更加高效、更加节能了，要么是你这个模型的这个范式发生了巨变，小样本的训练也能够取得良好效果啦。那么这个情况就会发生部分的泡沫破灭，就是说原有路径下你个重资产投资的这一块要破裂了，那相当一部分的投资者就要损失很严重。
那同时呢，这个 AI 在另外一条道路上取得了成功，但是它的成功是踏着今天很多投资人的尸体走向成功的。那第三种可能呢，是最糟糕的，就是你这个技术迟迟无法进步啊，大规模电力也建设了，大规模机房也建起来了，结果几年下来发现一场空啊，最后人们失去耐心啊，一次加息，所有的债务泡沫全部刺破。那这刚才已经说过了啊，是一种毁灭性的大灾难。那么你说上面说的这三种结果最终会是哪个？我个人觉得呢，还都有一定可能性。但是我始终觉得呢，就是 AI 发展的这个路径啊，可能还没有找到最理想的路子。你想啊，人类的大脑是一种电脑啊，也是一种智能体啊。这个智能体多厉害啊！第一，它运算能力可能不如芯片，但是它却能够运用很小的样本，就训练出来，建立起来非常强大的智能。人脑到底是怎么运算的？这事情人们到现在没搞清楚。那目前人工智能的这个模型训练呢，都是基于这个神经网络模型来训练的。那必须要用大量的数据、大量的运算啊，才能训练出来一个很多方面都远逊于人类大脑的模型。那解决这个问题呢，要么就是你芯片算力效率更加提升啊，质的飞跃；那要么就是你有新的模型范式出现啊，不再依赖这种巨大的样本了。那第二呢，就是人脑的这个功耗实在太低了，每天运算量那么大啊，思考那么多，做那么多事情，那只需要几块面包里所蕴含的那点能量就可以了。而现在你看 AI 的这个能耗，那简直是1000万倍以上啊！人脑一天的功耗也就是一个20瓦的灯泡，但是一个大模型训练，它要消耗一座中型城市的用电量啊！所以呢，我总感觉这个 AI 的路子呀，还没有走向这个对的方向。那当然我是外行，我完全没有能力判断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对这些科技行业呢，我也是保持非常强烈的敬畏之心，在投资上我不敢轻易涉足。那2026年就在眼前了，那美国经济会发生什么？我们普通人有些什么机会能去把握呢？那我们先看一下美国的人口趋势。这张蓝线呢，是根据美国本土出生人口数据绘制出来的这个青壮年人口每年净增减的图啊。你看啊，2025年美国本土出生的青壮年人口是净减少的。那你再考虑到大规模驱逐移民的影响啊，应该是有200多万的这个净减少，这个数字是很大的呀。所以2025年的美国经济它不可能轻松。但是好在有刚才说的这个 AI 投资啊 ，AI 建设在那里硬撑着啊，1半以上的 GDP 增速，否则数字会很难看。2026年以后呢，你看这个图啊，美国本土的青壮年人口啊，它开始增长。那另外呢，就是这个驱逐移民的这个效应呢，我觉得也会衰减。那这两个效应结合在一起呢，我觉得2026年以后，这个美国的人口会变得结构上更好一些。你看这条线啊，这美国本土的青壮年人口，它要增长一直持续到2044年。你还记得我们当时看的中国的那条青壮年人口曲线吧？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你又考虑到2028年的总统要换届啊，那换届以后，说不定这个欢迎移民的政策又回来了呢。那样的话，你可以想象，这个美国的人口结构会变得越来越强。那它对这个美国经济的这个繁荣会注入非常强的推动力。那再来看一下货币政策。2026年5月，鲍威尔要退休，那川普呢，他一定会提名一位铁粉来做这个联储主席。那么基本上利率快速下调是板上钉钉的。那我们的投资呢，就应该围绕这个主基调来布局。那接下来我们看美国传统行业所酝酿的大机会。那这里传统行业指的呢是制造啊，比方说汽车啊、房地产等等。那过去2年，美国经济和股市实际上是冰火两重天的，一边是这个 AI 科技行业火爆升天啊，另一边呢是传统行业疲弱萎缩。因为你那边 AI 投资在火热上升啊，所以它就推升这个通胀一直就下不去，那利率呢一直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那么这就使得这个传统行业它的这个收入利润就下滑。那从一些上市公司数据里的你能够看得很清楚。你比方说德州仪器，
它给制造业、给汽车行业提供这个模拟芯片啊。那受制于这些行业的萎缩，它的业绩呢就一直增长不及预期。那你再比方说 Fast 这家公司，它给制造业企业卖螺丝啊，那这是非常优秀的一家公司啊。它过去2年卖的螺丝量就很疲软呀。你再比方说 IDEX Corporation 这家公司，那其中有一项业务呢，就是给工业企业卖各种专用泵，那业绩也是表现疲软啊。那你再比如 ODFL 这家公司，它给制造业企业搞运输啊，也是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业绩也是逐年下滑。那你从这里就能够看到啊，这些公司它都是给这个传统行业啊供应商啊，那他们表现疲软，实际上就反映出来这个传统行业啊，就这些年一直是比较疲弱的。那但是这些行业可能在2026年逐渐走出阴霾。那为什么呢？核心就是降息，传统行业对利率非常敏感呀。你利率降低，那耐用品啊，比如说汽车、房子，它的消费就会扩张啊，那企业投资也会扩张啊。所以呢，到时候传统行业的春天可能就来了。那其实现在已经春风吹起来了呀，就是大家预期这个利息要降，所以说呢，这些传统行业的公司的股价在过去这1个多月啊，也是开始走出阴霾啊，开始往上了。那最后是 AI 行业，AI 行业最近出现下跌啊，那么 AI 泡沫是不是现在就会彻底破了呢？我认为这概率也不是没有哈，但是很小。AI 行业投资呢，恐怕大概率还会继续高歌猛进。那原因呢，我刚才已经详细说过了 ，AI 投资的热潮还远没有到头。那最近的回调啊，我认为很可能是这个市场在进行这个结构切换，就是由于降息预期的增强啊，传统行业吸引了更多的这个资金进入，而这个科技行业呢，很多资金呢就转移到传统行业去了。当然这是个推测啊，未必一定是这样。那未来随着利率大幅下降，这个 AI 基础设施投资呢也会受到裨益啊，因为你的融资成本更低了嘛。所以总的来说，尽管目前啊这个科技行业纳斯达克指数啊承受压力，但是呢，你现在谈这个泡沫破灭啊，为时太早。那最后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布局捕捉机会。那上面我分析了美国的宏观经济趋势，你听起来很有道理是吧？但是你要是仅仅根据这些判断就下注买入，那就大错了。你可能说啊，那你老管就白忽悠了吗？那你又错了，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这里要强调啊，宏观分析只能提供一个大体的对未来认识的框架，它是指导我们未来投资决策的重要的关于环境、关于天气的分析。那告诉我们未来大气候啊，这个大体怎么样，有没有大灾大难。但是真正指导我们在哪些股票上下注啊，能不能下注，就是2点。第一，能不能找到我们真正懂，然后生意护城河极强，在竞争中始终不败，那这样也优秀的公司。那第二呢，就是看价格，你找到了这些公司，那你要等待它出现不错的价格。那价格至少要是合理的，那最好是低估的，如果太贵了那就不行。那你怎么去识别这样极其优秀的公司啊？你又怎么去给这样的公司呢去估值，就是判断它价格是贵还是便宜？那这个呢，未来我也会慢慢的讲到，这可能就是属于比较小众的内容了。那么我今天分析的美国宏观经济，它的用处是什么呢？第一，对于主动出击的投资者，这个时候啊，应该赶紧到这个传统行业里面去扒拉扒拉，那里头的优秀公司，因为前几年啊一直压制着他们啊，有更好的买入机会。那我自己呢，在过去几个月实际已经收集了不少这样公司的股份了。那第二呢，就是对于搞这个定投啊、被动出击的这些投资者，我觉得你不必因为大家在喊这个泡沫啊就吓得不敢买了。纳指加标普的定投一定要长期坚持。我看评论里有人说啊，买了纳指最近亏了不少，挺埋怨的。我觉得这个心态啊，我觉得最好就别投资股市。为什么？你心理上受折磨太多呀。你定投本来就是要通过长期持续买入来摊平成本的，那不是说你短期你买了今天就要获利，那这其实是需要一颗大心脏的。你心理承受能力不足的话，你为了生活质量，我觉得还是远离股市。那朋友们，2026年
对于投资而言，我猜测很可能是不错的一年。我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实现财富显著的增长。那一定要关注老管解牛啊，我们一起增进认知，实现自由。一定要开启小铃铛，我的新作品上线，你就能及时收到通知了。那最后我强调啊，我的分析仅供朋友们参考，并不是投资建议，我可能是错的，我也经常犯错，经常修改自己的看法。那影片中提到的一些公司股票，只是为了说明问题，并不是推荐股票。大家做投资一定要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朋友们，下次再见。